国内保守10000块啊，底才是3000多啊。投资500万在东南亚老挝组一个车队来拉矿是什么体验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大哥的故事。我是广西那边，广西百色的3390年属马的。是什么时候来的老挝啊？年后就疫情解封的第2天我就过来了。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老挝发展呢？3年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就过来了，后面说过完年了再过来，后面疫情就封住了，就过不来。后面3年之后，疫情解封了，今年才能过来。您现在老挝主要是做什么？铁矿石运输了。矿山这一块，对，从矿山把那个铁矿拉到下面货场来发回中国嘛。您这个车队现在有多少台车？目前有24台左右。方便透露一下，您公司现在具体投了多少钱吗？保守的有500个以上。听说你们这边还搞了汽修？对，汽修有，汽修上个月刚刚弄好，什么轮胎维修都有，1底的。就是专门矿山的矿车修理。对，如果是我们中国的车过来，我们也有时候在路上，我们也会去帮忙，去帮他修。您现在手底下的工人有多少个？我们这边26个这样左右吧。运输行业在老挝难不难？风险高，主要是路不好，特别要有那个就说驾驶经验要很足的人才能，要不然在这边很危险。车又坏得多，有时候又没有信号，又没有吃的，在山里面一待，有时候是3天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您来老挝这么久了，在工作的时候遇到最困难的事是什么？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不像我们国内有什么饭店，这里招过饭点了，基本上是没有吃了，可能经常挨饿，要么就只煮鸡蛋，要么就糯米饭。今年的路又不好，有时候塞2-3天，所以很难。今年下雨太多了，他们又没来得及修，所以经常有陷车啊、侧翻啊，很多车。老挝菜现在你还习惯不？习惯了，我经常反正就他们吃的我也吃啊，还不错，也没有说也很什么的。山区到底危不危险？没有什么危险，就是饿跟冷而已，就是晚上会冷，肚子饿而已。您来老挝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去年刚刚来的时候，语言不通，有时候反正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我们通过翻译器翻译出来的，跟我们心里想表达的完全不一样，也是经常搞那种乌龙的，所以最难的就是刚刚来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拿2台车来的时候是最难的。您个人感觉老挝的治安环境怎么样？没问题啊，没有说像别的东南亚别的国家那么乱。反正我们也是过来求财的，也不是说来跟他们怎么样的。您一般多久回一次国啊？上次是我女儿的时候，生日的时候我回过1次，到现在我一直没回过。在老挝万隆这边回到中国去方便吗？方便啊，但是要2天时间。早上从这里坐到昆明南，第2天早上从昆明南直接有动车到我们百色那边了，3-4个小时。会不会特别想念家里边的人？肯定啊，逢年过节的时候肯定会想家里面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啊。就像我爸生日的时候，我都没得回去，就是63岁大寿那种啊，我都没得回去，都是在这边，一直在这边。现在这边待了这么久，还是不习惯？习惯倒是习惯，一样晒的都是跟这边的人一样。我现在去菜市场，他们都说我是老挝人了。您个人觉得在老挝这边做运输的，跟国内相比，怎么样？老挝这边虽然运价高，但是风险也高，成本也高。国内的话运价低啊，国内的车也多，竞争大。还是在这边呢，比国内稳定一点，但是也辛苦一点，因为要克服很多困难，包括修车、备件有时候你这边没有，你要从昆明发过来，一发过来就是10几天，所以都不像国内一样，一个电话几个小时就能送得到，这里没有。那你1台车顶10几天，你自己想，反正各有各的好吧。但是如果是没有车外的情况下，这边可能会相对来说比国内好一点点。营业额这个东西可以说吗？这个不好说，你看有时候车子正常，有时候车子又不正常，反正利润肯定比国内要大。只要是没有车外的话就好，车外的话就不如国内的了。这边请司机的成本相对于国内哪边高一点？国内都保守10000块啊，底才是3000多啊，一个人一个月。但是他们开车肯定没我们国内的那么好。国内的话，他会管理好车，保养啊各方面也会跟进。这边的老挝人有时候语言要跟他沟通又不顺畅，又表达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大多数都是国内的多。老挝的话就是过来
让他帮忙开一下公车这样嘛，顶班一下这样嘛。现在很多国内的人想来老挝这边创业、旅游、考察，您个人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？我是建议大家，既然要来考察，就认真的考察，多多观察一点，因为这边的话，想投资的人也多，有时候人家来这里投资一个店2个月就回去了，搞不下去啊。但没有说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所以投资的话要谨慎。如果在国内有条件的话，大家尽量是在国内，因为来这边语言又不通，风俗文化又不一样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谨慎一点。那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，1、2、3，加油！